兄弟们姐妹们，闪电侠的故事你们应该都知道了，常常被人称之为正义联盟的良心。和身边那群阴暗大佬不同，Barry的代名词更多的是希望善良。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角色，却引发了一起大事件，被称之为闪点，或者是闪点悖论，随便什么叫。在这里蝙蝠侠布鲁斯儿时暴毙，老太爷托马斯成为了蝙蝠侠，超人也没有追落到肯特庄园，反而被关在永不见天日的小黑屋。而其他英雄则是掀起了第3次世界大战，可谓是 DC 版的蝴蝶效应。这样一个壮丽的世界竟然是由闪电侠创造的。熟悉美剧《闪电侠》的观众都知道，Barry 有一个悲惨的童年，自幼母亲遭逆闪杀害，父亲含冤入狱，家破人亡。这里的版本是被一名神秘男子杀害，并非逆闪。这件事儿一直都是 Barry 心里的阴影，直到他长大了，有了神速力之后，便悄然萌生一个想法：穿越时空拯救母亲。这种念头每到母亲忌日的时候更加强烈。好在 Barry 不是一无所有，有着贤妻艾瑞斯，更有一群 Super Hero 作为朋友。闪电侠博物馆遭到袭击，只见一件浓缩紧身衣从闪电戒指中弹出，闪电侠迅速赶往了现场。救敌们不知道脑子抽了什么筋，竟组成一队，什么尖峰人、热浪镜像大师，遇上 Barry 通通白给。火云邪神有云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Barry 对付起这几个罪犯根本不在话下，可万万没想到，他们居然掌握了自己的弱点。不是他看不起对方，就凭无赖帮这几个货的智商，不可能想到这种计划。不出Barry所料，幕后果然有人操控了一切，正是逆闪斯旺。斯旺想干掉闪电侠不是2-3天了，而且他也根本不在乎这群打工仔的性命，来之前就已经人手配备了定时炸弹，这些赠礼就算是给闪电侠陪葬了。斯旺仿佛胜券在握，殊不知Barry早就鬼畜了起来，粘合剂瞬间覆盖了斯旺，要死一起死。就在斯旺准备鱼死网破之际，一群让众人闻风丧胆的人赶到，正义联盟的兄弟们分分钟赶来支援。哈尔的调侃，Barry也只是笑笑不说话。关键时刻还得看布鲁斯的决策。这炸弹是斯旺从未来带过来的，即便是他也很难拆除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成员一人带走1颗炸弹，确保百姓安全的前提下，分别搞定炸弹。众英雄可谓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亚瑟控制着海洋细菌破坏了炸弹的导线，克拉克实属无情徒手捏炸弹，发型都不乱。布鲁斯则是跟着哈尔在地球表面靠手艺吃饭，总归是有惊无险地解决了这场灾难。唯独剩下了Barry这边的最后一枚。只见Barry手掌疯狂旋转，一发新鲜出炉的螺旋丸直接戳烂了炸弹。斯旺被捕前还不忘讥讽Barry，就算你速度再快，也救不了所有人，特别是你爱的人。这种反社会人格，布鲁斯见多了，明明他自己就是。布鲁斯希望Barry别被动摇，Barry也只是随口一应，转身跑向了远处。再次醒来，他人已经在警局了。一觉醒来，感觉身边的东西都变了，伸缩人变成了伸缩小子，而且还已经遇难。更可怕的是，闪电侠博物馆居然变成了冷冻博物馆，冷冻队长更是改名冷冻公民，成为了守护城市的英雄。而且这个世界的人好像根本没听说过闪电侠。Barry表示可以不给你多逼逼。正准备赶往现场，才发现不仅闪电戒指没了，就连神速力都没了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老妈居然活得好好的，母子俩还约着今晚去吃生日餐。这大晚上的，Barry以为自己在做白日梦，看着儿子这扭扭捏捏的样子，老妈一度以为他是个 gay。 Barry 连忙叽里呱啦的解释了闪电侠的事，老妈笑他：嘿，你个龟儿子，你以为你是蝙蝠侠吗？巧的是，不远处的蝙蝠侠正在打击罪犯，一改常态，双持杀鹰，与罪犯悠悠打的是不可开交，手段之残暴，完全不留情。蝙蝠侠之所以这样，全是为了找到死敌小丑。看着悠悠宁死不屈，蝙蝠侠随手将其丢下大楼。要不是钢骨赶到，悠悠已经变成了新星。在这个世界，没有正义联盟的存在。亚特兰蒂斯跟亚马逊人掀起了第3次世界大战，超过1亿人命丧战争。用不了多久，海王和神奇女侠的战争就会蔓延世界，到时候没人能过安宁日子。想要结束这场战争，必须有一个顶级战略专家，那就是蝙蝠侠。只不过他根本不在乎，这样一个世界还是尽快毁灭比较好。这还得回到当年那条小巷，一个不同的结局让时间线彻底偏离主轨。布鲁斯去世后，玛莎痛不欲绝，最终儿子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嘴角，一代犯罪天后小丑诞生了。与之对立面的正是托马斯。另一边，Barry连忙跑到了艾瑞斯的单位，刚一进门，满眼绿光。艾瑞斯已经和别人结婚生子，没办法，他只能驱车前往哥谭市，连夜抵达了维恩庄园。蝙蝠洞的位置他倒是门清，刚一进去，差点被蝙蝠侠直接送到了大结局。Barry 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个世界里牺牲的是布鲁斯，其父亲托马斯成为了蝙蝠侠。托马斯不知道眼前这个黄毛小子怎么知道的，但擅闯蝙蝠洞者必诛之。Barry 被揍到怀疑人生，只能拿出闪电戒指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。然而弹出来的战衣却是一身黄色。Barry 暗道，又是斯旺搞的鬼，一定是这个家伙改变了时间线。
托马斯本身就是医生出身，对患者的心理再熟悉不过。这种反社会的人不仅残暴，还变态到想让受害者知道真相。这操作跟小丑有着雷同之处。拯救世界这种大道理，托马斯不感兴趣，他只在乎一件事：原本的世界里儿子还活着，那自己就必须让儿子继续活着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必须帮助白瑞重获神速力。雷劈加药剂，只有完全还原当时的现场才有机会。随着一道惊雷落下，白瑞被炸至金黄色，身上半根毛也没剩下，全身重度烧伤。托马斯只能不停地注射止痛药。这道雷并不是什么也没有改变，起码让白瑞想起了这个世界发生的某些事，比如海王为何与神奇女侠开战。海王一词在如今社会可是贬义词。亚瑟经受不住戴安娜的诱惑出了轨，被妻子抓现行后，神奇女侠一刀斩下，魅拉人手分离。待亚瑟惊醒之后勃然大怒，当即选择与亚马逊人全面开战。这些记忆在逐渐侵蚀白瑞原本的记忆，用不了多久，斯旺创造的新世界就会彻底覆盖主时间线。白瑞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必须再试一次。很快，又是一道惊雷劈下，眼前的一切突然变得如此熟悉。白瑞速度回来了，神速力很快治愈了白瑞的伤势。这种奇闻，托马斯一生也没见过。白瑞立马改造了战衣，腿脚利索以后，不把老太爷的忠告当回事儿。白瑞使出全力奔跑，妄想着现在就把时间线修正。然而他的速度被大大削弱，根本不足以突破时间屏障。唯一的答案就是斯旺也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并且操控着神速力，不让白瑞修改时间。如果靠自己不行，那就必须找超人帮忙。别说超人了，托马斯连克拉克这个人都查不到，也没听说过，那就还剩一种可能：克拉克当年的飞船落错了地方。数据方面只能请钢骨帮忙，这也是托马斯答应他成为战略专家的条件。破例翻阅了国家档案，钢骨的确查到了一个关于外星飞船的机密文件。为了让蝙蝠侠加入，他一狠心带人入侵了政府秘密机构，从一间赤红色阳光的房间里找到了超人。也许他现在不配称之为超人，骨瘦如柴，弱不禁风，完全是一副肾虚的样子，很难把他和超人联想到一起。就在4人离开时，被军队团团包围。这也是超人第一次沐浴太阳的光芒，顿时感觉肾不虚了，身子骨有劲儿了。军方这边立即开火，而他们又怎么挡得住这4个狼人？超人眼睛一闭一睁，快速清场，揣着难以接受的情绪告别了3个新朋友。这一刻，白瑞的大脑受到冲击，2种不同的记忆相互抵触，随着一阵抽搐昏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史蒂夫四处探寻亚马逊人的下落，被戴安娜逮住之后一套带走，毫不留情。这场3战集结了所有的人类精英，卢瑟跟丧钟等人纷纷为人类而战，而他们又岂是海洋霸主亚瑟的对手？钟叔是功夫再高也怕菜刀，被黑蝠粪一激光干掉，人类舰队再次覆没。亚瑟手握一个巨大杀器，这个装置一旦启动，怕是整个世界都将不复存在。而这个装置的能量来源则是原子队长。另一边的路易斯也在四处搜集情报，不幸遭遇亚马逊人团团包围，一个黄色人影以极快的速度干掉了所有亚马逊战士。路易斯还以为是反抗军们在帮助自己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有的绿灯侠肯定会问，弹幕在哪儿呢？哈尔被选为试飞员，为政府施加外星人留下的飞机。哈尔一辈子都在等一个机会证明自己。很快飞机起飞，被海怪吞噬后爆炸。哈尔醋。白瑞这边终于醒了过来，睁眼就听说了哈尔嗝屁的消息，而且亚特兰蒂斯和亚马逊人的最终决战也将在伦敦展开。即便现在插手也改变不了结果。托马斯心想，还不如回歌坛服务一下罪犯。这个联盟就4个人，还有一群重组家庭的孤儿组成的沙赞，这阵容堪比自杀小队。为了鼓舞士气，白瑞祭出 talk 绝学，只要有生命就有希望，我们这就去伦敦拯救世界，即便是战死也比等死强。兄弟们，我这样做对吗？当即小队驾驶着蝙蝠客机飞往伦敦。出发前，托马斯截获了一条讯息，来自战地记者路易斯头戴相机，画面中正有一个急速奔跑的黄色人影，得尽快摸清斯旺的踪迹才行。飞到一半，客机被压死击落，随后亚特兰蒂斯与亚马逊人展开决战。伴随着押运狂魔伊特莱根的登场，反抗军也加入了战斗。远处的托马斯立即下达战术，擒贼先擒王，我们要抓住海王和神奇女侠就能结束战斗。随着自杀小队的半路出击，双方统领被强行分开，托马斯则是和红面具一同抵抗黑蝠粪，一颗手雷打了先手，随后2人各自手持双枪，将黑蝠粪射成了筛子。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奥姆便击穿了托马斯的腹部。白瑞见状，直接把他带到了安全的地方止血。托马斯是个医生，自然清楚自己的伤已经治愈不了，看来阻止战争的计划不能实行了。托马斯命令白瑞去寻找另一个寄宿者，彻底修复这一切。话音未落，一道黄色人影将托马斯带走。斯旺喝着5开送的卡布奇诺，轻笑道：“喜欢我送的礼物吗？”随后2个寄宿者展开决战，
真正能够改变战局的是他们二人，可惜白瑞的身体不如从前，一根硬物直穿他大腿，斯旺更是趁人病要人命啊！只能默默地看着下方的战友们一个一个陨落，不仅没有办法帮忙，还被斯旺踩在脚下。斯旺开始慢慢折磨白瑞的心智，实际上这一切并非斯旺造成，而是白瑞。那天斯旺的话对他产生了影响，于是白瑞穿越过去救了自己的妈妈。未曾想，一个小小的改变让这个世界变成了地狱，这就是所谓的英雄，为一己私欲把时间线搞得支离破碎，还敢说我是坏人。白瑞沉默了。战场这边，正义的一方所剩不多，戴安娜狠心地干掉了沙赞妻子，钢骨爷爷四面楚歌，将死之时超人赶到，生时就这么几个朋友，超人必须保护他们。虽然击退了亚瑟，但还是晚了一步，钢骨已经阵亡，戴安娜则是趁着亚瑟重伤乘胜追击，一剑了结了渣男的性命。临死前，亚瑟启动了杀气，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从海里喷涌而出，能量波所到之处，万物灰飞烟灭，而白瑞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能为力。这次一样，斯旺还是选择要死一起死。就在男人屁话还没说完，脑门处一个血窟窿宣布了他的死刑。托马斯顶着最后一口气，为白瑞赢得了神速力。斯旺死了，白瑞就有足够的速度修复一切。这个老男人看着远处的能量波，缓缓地递给了白瑞一封信。那是这个父亲留给儿子的礼物。之后，白瑞强忍着剧痛奔跑了起来。此刻，若他停下，整个世界都将不复存在。冲破屏障后，白瑞进入了神速力，拼命阻止了早前穿越的自己。伴随着一句 "Mom, I'm so sorry." 白瑞再次醒来，他人已经在警局了。一觉醒来，感觉身边的东西没有变化，妈妈还是离开了，但妻子、朋友以及这个世上的一切都没有变。白瑞把经历的一切告诉了布鲁斯，布鲁斯对这一切并没有表现得很惊讶，反而不停地鼓捣着战术腰带，直到白瑞递给了他托马斯的信件后，这个最强大的男人落下了眼泪。白瑞则是继续奔跑，守护自己的城市，而这场重启仅仅是个开始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